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美中首脑会谈即将在5月14日与15日正式登场，但在外交官们展开闭门会议之前，全球投资市场最关注的焦点恐怕不是双方在镜头前展现的握手姿态，而是那在短短12个月内报价惊人狂涨了 6900% 的关键稀土元素。野村证券发布的最新深度研报中明确指出，这场美中两国的 AI 争霸战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了最具挑战性的深水区。这不仅仅是一场关税或贸易逆差的争逐，而是半导体技术的封锁与稀土资源的管制已经演变成双方在结构上完全无法调和的僵局。野村证券在报告中特别点出了4月24日的一件大事，中国 AI 巨头 DeepSeek 发布了全新的 V4 模型，这在科技圈引发了海啸般的反应。原因在于，这代表中国国产半导体已经成功且正式的大规模进入了 AI 模型的训练与运作环节，这在过去被认为是几乎不可能跨越的技术鸿沟。值得投资人高度警觉的是，野村证券分析发现， DeepSeek 在开发 V4 的过程中刻意打破了行业长久以来的惯例，完全没有给予像辉达这类美国晶片设计大厂任何的事前反问权，反而选择与华为达成排他性的深度绑定，优先将技术细节提供给华为进行优化。野村证券的研究进一步显示，虽然目前的训练阶段，中国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需要依赖辉达的高阶半导体，但在推论用途上，华为的 Ascend 升腾系列已经开始被全面且本格化的采用。这标志着中国的 AI 演算法与国产硬体之间已经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的双向协同优化，也就是硬体为软件量身打造，软件为硬体极限发挥。华瑞认为，它代表中国正在试图建立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离且具备高度韧性的 AI 技术生态系。这种做法类似于苹果公司的垂直整合模式，只不过它是以国家战略为层级在推动。一旦这种国产化优化形成闭环，美国目前精心布下的技术封锁网，其边际影响力与威慑力将会被逐年大幅削弱，进而迫使美国必须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来维持其领先地位。事实上，美国的反击确实既迅速又精准。野村证券在报告中提到，美国政府在4月下旬已经下达命令，严格限制美方设备商对中国半导体厂华虹提供新的设备与技术供应。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4月初提出的 Match 法案更是一个具备多国协调性质的战略部署，目的是将技术管理的触角延伸到日本与欧洲的半导体企业。野村证券分析认为，美方此举的目标并非单纯为了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而是为了封堵中国在先进制程上的第二条出路。目前，中芯国际虽然是中国唯一具备生产7奈米晶片能力的厂商，但由于美国与荷兰的联合限制，中芯国际始终无法取得最关键的极紫外光路光装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EUV。 野村证券指出，在缺乏 EUV 的情况下，中国厂商只能依靠深紫外光 DUV 设备进行效率极低、成本极高且良率不稳定的重复曝光技术。根据野村证券引用的详细数据，华为 Ascend 系列的产能虽然预计从2024年的51万颗增加到2025年的80万颗，且2026年的目标是翻倍达到160万颗，但这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产能扩张的基础上。野村证券进一步揭露，华虹原本计划透过其子公司建立中国第二个具备7奈米生产能力的 AI 半导体据点，以分散对中芯国际的过度依赖。而美国对华虹的最新制裁，其核心目的就是要在这个据点成型之前，彻底阻止中国第二个7奈米制造核心的崛起。华瑞认为，美国的这套组合拳战略意图非常明显，他们就是要将中国的半导体产能死死地限制在一个由单点瓶颈所构成的牢笼里。即便中国能开发出强大的 AI 演算法，只要硬体产能无法扩张，良率无法提升，中国企业就永远无法在商业规模上对辉达或超微构成真正的威胁。这种技术冷冻战略是目前美方维持数位霸权的核心手段。面对如此严密的封锁，中国祭出的对抗手段同样强硬且直接。野村证券的报告揭示了一个让美方感到棘手的数据，中国在3月份向美国出口了约60吨的氧化钾。虽然这表面上缓解了美国供应链的燃眉之急，但野村证券的研究数据指出，在过去的12个月里，
由于中国实施了极为严格的出口许可制，全球氧化铀的价格竟然暴涨了6900%。这种稀土元素并非普通的原材料，它是生产高性能喷射飞机、飞弹以及高端精密仪器的关键材料。即便3月份恢复了部分出口，中国对美出口的总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依然呈现了75%的巨大缩减。野村分析师特别强调，中国目前是将稀土出口视为一种精密的压力控制装置，这意味着3月份的出口增加并非放松制裁，而是在进行一次压力测试，借此验证这张稀土牌是否依然能让美国的国防与高科技供应链感到疼痛。华瑞认为，这种晶片换稀土的局面本质上已经演变成一场消耗战，美中两国现在都在测试对方的痛觉阈值。美国在测试中国还能忍受多久的技术停滞，而中国则在测试美国还能忍受多久的原材料通膨。这种对峙局面让美中贸易谈判陷入了结构性的死角，因为双方都在追求绝对的安全与主导权，这在逻辑上是零和博弈，几乎没有互利互惠的空间。对于投资者而言，这代表全球供应链的去耦合或脱钩已经不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样的节奏推进的问题。野村证券也在报告中对日本企业发出了严肃的预警。虽然在短期内，中国半导体厂为了抢在封锁加码前达成国产化，会释放出旺盛且急促的设备采购需求，这对相关厂商的营收有短暂支撑。但从中长期来看，只要是使用了美国技术的日本企业，迟早都会面临美国政府要求其自制对华出口的巨大压力。在资本市场最关心的汇率与资产定价方面，野村证券分析认为，虽然短期内受到中东地缘政治与中国出口数据波动的影响，人民币的升值空间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长远来看， AI 与半导体供应链的全面国产化将会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进口替代运动，这将大幅减少中国对高端晶片的进口支付需求，进而改善贸易结构，成为人民币长期走势中最重要的基本面支撑力道。最后，野村证券对这次即将召开的首脑会谈给出了明确的定调，这是一场基于结构性对立的对话，很难期待会出现突破性的进展。美中的核心冲突已经从传统的关税转移到了对下一代数位服务业主导权的争夺。美国的策略是主动进攻以维持领先，中国的策略则是透过资源管制来牵制对方去耦合的节奏。华瑞认为，这场争霸战的维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任何投资人过去所熟悉的市场逻辑。从 DeepSeek V4 展现出的强韧研发能力，到稀土元素6900%的报价震撼弹，每一项数据都在提醒我们，旧有的全球化格局已经崩解。投资人必须意识到，未来数年的科技版图估值逻辑将不再仅仅看财务报表的表现，更要看这间企业在两大阵营对抗中的战略位置。半导体产能的区域化与稀土资源的武器化将是未来10年定义全球资产价值最重要的两个变数，也将决定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能否站稳其战略地位。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